what we're going to feel. We're trying to solve a problem. Don't tell us what we're going to feel. I'm not telling you. Because you're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that. That's Remember exactly this. what You're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at we're going to feel. We're going to feel very good. You will feel influenced. We're going to feel very good and very strong. You will feel influenced. You're right now not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You've allowed yourself to be in a very bad position, and he happens to be right about 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war, you're not in a good position. I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right now. With us, you start having cards. Right now, you don't. You're playing cards. You're playing cards. You're gambling with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刚才这段视频，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过了。这段震惊世界的视频是前天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万斯的场景。小泽和川普万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当天泽连斯基就离开了美国，之前传出来要签订的矿产协议也无果而终。两个国家的总统在媒体直播面前公开的争吵可以说是非常的罕见。虽然川普上台后的种种作为已经让人感觉到了活久见，但是这种公开的恃强凌弱还是让人非常的震惊。这次吵架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目前已经命令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所有的军事援助。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视频。这次美乌高层会谈之前，其实双方的气氛就已经很紧张了。看过我的上一个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川普公开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挑起了战争，还要求用乌克兰的矿产资源来抵债，否则就要停止援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如果说没有一点火，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会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气氛还是比较平静的。双方之所以会吵起来，起因其实在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先是批评前总统拜登，然后说通往和平和繁荣的道路只有外交手段。随后忍不住的泽连斯基就开始反驳，历数了从2014年开始俄国侵略乌克兰的种种过往。小泽的意思非常简单，我们和普京签订了很多次停战协议，但是最终换来的还是得寸进尺的侵略。这种情况下，万斯就开始发飙了，指责泽连斯基不尊重美国，为了战争强制征兵，还说泽连斯基没有对川普说过一次感谢等等。最重要的是，万斯很直白地说，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去宾夕法尼亚州为民主党站台。听到这里呢，川普就加进来了，傲慢地说泽连斯基赢不了战争，乌克兰能够走到今天全靠美国，泽连斯基根本就没有筹码等等。争论在这个地方到了高潮，川普说泽连斯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2个星期就会完蛋。听到这里，泽连斯基的血气也上来了，毫不示弱地表示，3天我从普京那里听说过同样的话。泽连斯基的话可谓是正面硬刚啊，普京说过3天就能打下乌克兰，可是现在3年都过去了，俄国人毫无胜利的希望。你川普现在说2个星期我们就会完蛋，你这不是跟普京的恐吓一个鸟样吗？昨天的会面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在旁边的美国记者带有挑衅意味的问泽连斯基，你为什么不穿西装来？ Question for President Zelensky.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You're the highest level in this country's office, and you refuse to wear a suit. Just want to see if do you own a suit? Yeah, problems. A lot of Americans have problems with you not Really? respecting I don't the have dignity such. of this office. I will wear a costume after this war will finish. Okay. Yes, maybe one. Maybe something like this? Something like yours. Yes, Yes. sir. That'd be great. Maybe something better. I don't know. We will see. 大家都知道啊，泽连斯基不穿西装啊，他是有原因的，不是他不尊重外交礼节，而是他作为一个战时总统，为了体现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鼓励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所以才特地的不穿西服，常年穿的都是一套作训服。而且就在2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12月，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那个时候美国国会可是一片掌声啊。而如今仅仅是换了一个总统，美国的记者就拿衣服这件事来讥讽小泽，非常非常的捞。
小则没有变，变的不过是小人心。说实话，前天我把这段视频反反复复的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看得我十分的堵。我相信就算泽连斯基去和普京面对面的谈判，可能都不会这么屈辱。我接下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这段争论之中，川普和万斯这对活宝都说了哪些谎言。随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泽连斯基的故事。第一个谎言，万斯说泽连斯基不尊重美国，没有对川普说过一次感谢。著名的媒体 CNN 在这场风波之后做了一个统计，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在公开的场合至少感谢了美国33次，其感谢的对象包括川普、拜登两党国会的议员、美国的民众、美国的企业等等。这33次感谢还不包括他在国内发表的其他言论，这些在各种媒体上都是搜得到的。万斯这次说一个感谢都没有，完全是信口雌黄。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泽连斯基没有对他的老板川普感恩戴德。可是美国给的援助又不是川普私人腰包里面掏出来的，那是以国家的名义给的呀。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才合乎情理，没有理由颠倒主次，天天感谢你的老板呀。何况川普骂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挑起战争，强迫乌克兰割地求和，还要求乌克兰加倍的还债。那泽连斯基感谢他什么呢？感谢他祖宗吗？第二个谎言，万斯说泽连斯基强制征兵，这个简直就是无话找话，寻衅滋事啊！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按照兵役法强制征兵，特别是乌克兰这种情况面对俄国全面入侵，那不可能用募兵的方式强制征兵是太正常了。你美国的法律不也是这样做的吗？1940年9月的时候，为了应对二战的威胁，美国的国会通过了选拔性服役法案。这个法案就规定18岁到45岁符合条件的美国男性都必须去征兵系统登记，随时接受国家的征召。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呢，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强制征召了大概1000万名士兵服役。怎么现在到了乌克兰征兵就成了罪过呢？不用征兵，直接投降是最好的，对吗？第三个谎言，川普说泽连斯基正在拿数百万乌克兰人的生命做赌注，在赌第3次世界大战。潜台词就是泽连斯基一直坚持抵抗，就是草菅人命，想把全世界都拉进第3次世界大战。这就更加莫名其妙了。这场俄乌战争是小泽挑起来的吗？是他想打的吗？对于真正挑起战争的普京，川普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批评，却转过头说带领乌克兰人浴血抵抗的泽连斯基是草菅人命，是有意挑起世界大战。这种无视常识、颠倒黑白的流氓逻辑，也只有川普敢一次又一次的在舞台上演绎第四个谎言，川普说美国给了乌克兰3500亿美元的援助，没有美国的援助，乌克兰2个星期就会完蛋。乌克兰实际上得到了美国的多少援助呢？美国国务院公开的报告显示从俄乌开战以来，截止到今年的1月20号，也就是拜登卸任的那一天，美国实际上为乌克兰提供了106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援助还没有全部到位。泽连斯基之前透露过美国实际上到位的援助不足1000亿。川普说3500亿完全是空口白牙。而在视频中备受川普指责的欧洲援助了乌克兰多少钱呢？截至2025年的2月25号，根据欧盟公布的数据，整个欧盟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大概是1470亿美元，远远的超过了美国。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毋庸讳言，美国有很大的功劳，但绝不是所有的功劳。人家欧洲提供的钱比你还多了，关键是人家欧洲可没要求乌克兰提供矿产作为回报第五个谎言，川普说乌克兰没有筹码，这就太不要脸了。当年乌克兰有世界上第3大的核武库作为筹码，就是听信了你美国人的安全保证，这才放弃了核武器这个最重要的筹码。你骗人家丢掉了筹码，然后回过头倒打一耙，说你没有资格谈判，你没有筹码。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无耻的事情吗？第6个谎言，就是川普和万斯那可能是过不去的坎，说泽连斯基去年在大选期间访问宾州为民主党站台。其实泽连斯基根本没有站台这回事儿，
他去年访问美国，首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兵工厂，和民主党的州长皮夏罗见面，感谢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炮弹。之后呢，又分别去见了贺锦丽和川普。万斯把小泽去宾州参观兵工厂说成是为了民主党站台，这句话可以说是暴露了他完全的小人之心啊！说白了啊，他觉得你和民主党的人在一起搞活动，那就是反对我们共和党。现在我们当政了，那就是要公报私仇。虽然这个仇在正常人看来根本算不上啊，因为这些都是外交安排啊。结果就这一点小事，就让川普和万斯如此不爽，把这种见不得人的小人心思居然公开的在外交场合提出来，作为责怪小泽的理由，可悲又可笑啊！在前天不欢而散之后，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披露，川普非常恼怒，准备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且还要求泽连斯基公开道歉。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全程目睹了他羞辱泽连斯基的世界已经变了。昨天白宫的争论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啊！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脑残川粉，可以说舆论是一边倒。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我直接统计了一下啊，就在推特上就有30个欧洲的领导人公开的表达了对小泽的支持，其中一些话说得非常尖锐啊。比如德国的总统施泰因迈尔，他就这么说的：昨天的白宫情景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未相信我们有一天会不得不保卫乌克兰免受美国的攻击。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将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使他们能够继续击退侵略者。今天自由世界显然需要一个新领袖，我们欧洲人有责任接受这一挑战。就连曾经和川普、马斯克眉来眼去的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他也表态要共同捍卫乌克兰。在和川普谈崩之后啊，泽连斯基也没有停留，当天就飞往了英国伦敦，受到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英国国王还专门会见了泽连斯基，首相斯塔默还和泽连斯基签署了协议，承诺向乌克兰的军队提供33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呢，欧盟计划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总规模为7000亿欧元，用于重新武装欧洲，其中将有1100亿欧元用于乌克兰。可以看得出来啊，在川普背刺乌克兰之后，欧洲这一次是真的醒了，真的挺身而出了。几百年的老贵族终究还是比祖上开妓院的那些暴发户要有底蕴，还是讲道义的。不仅如此啊，川普和万斯的霸凌言行还激怒了很多欧洲的普通人。就在昨天啊，挪威的一家船用燃料供应商公开宣布不再为美国的海军舰艇加油。这个公司在公开声明中说，由于美国背叛了乌克兰，这家公司不再为驻挪威的美军基地的军舰和潜艇服务。挪威企业的这个态度啊，那是真的刚啊，宁可不做生意，也不愿背弃企业的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人啊！其实欧洲人对美国的抵制啊，从川普上台以来就开始了。欧洲的电动车市场1月份销量总体上升了 35%， 但是作为电动车行业霸主的特斯拉，销量却暴跌了 50%。 其实并不是特斯拉的车出了什么问题啊，而是大部分欧洲的消费者对于川普的亲密战友马斯克极其反感，用钱包说话，老子不买了。大家如果关心美国的股市的话，就会发现啊，特斯拉的股票已经连续暴跌了1个月，从最高的480跌到了目前的不足300，跌了 40%， 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跌。即便是在美国啊，川普和万斯的表现也很不得人心。在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副总统万斯休假去佛蒙特州滑雪，却遭到了当地数千民众排队抗议。很多抗议者举着乌克兰的国旗，打着扎心的标语，公开反对万斯。这些标语有什么呢？叛徒去俄罗斯滑雪吧，万斯让我们的国家蒙羞，川普为普京服务，你真可耻，万斯等等。因为沿途抗议的人群太多了，万斯惶惶如丧家之犬，被迫转移到一个保密的地点去滑雪。由此可见啊，川普和万斯真的是做到了在公共厕所里面划船，激起了公愤啊。中国有句老话，有利有道，天下王之；有利无道，天下叛之。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况。解读完了新闻，我们来说说泽连斯基这个人。
他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男人了，同时要面对2个强大的独裁者。他的人生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有一些片段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有激励的意义的。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啊，泽连斯基其实出生在一个非常亲俄的家庭里面，他的祖上是乌克兰的犹太人。泽连斯基的爷爷谢苗泽连斯基在1924年出生在乌克兰，在2战中加入了苏军，由于作战勇敢，获得过2次红星勋章，最后以中尉的军衔退伍。谢苗退役后就回到家乡，当了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泽连斯基的父亲亚历山大·泽连斯基是个知识分子，苏联时期担任大学的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个工程师。正是因为这种家庭背景，泽连斯基从小在俄语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的母语是俄语，乌克兰语还是他成年之后进入娱乐行业才现学的。他的内心呢，其实是非常的亲近俄国的文化的。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家庭环境又非常好，泽连斯基小时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学的时候，他按照父亲的意愿考上了基辅国立大学的法学院，通过了乌克兰的司法考试，持有乌克兰的律师执照。但是毕业后仅仅从事了2个月的法律工作，他就不干了，因为他更喜欢戏剧表演。泽连斯基在大学的时候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一个喜剧表演团体95号街区，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他成长的地方。泽连斯基自任艺术总监、演员、编剧，他的太太也是在这个剧团认识的，当时是剧团的编剧。他们所演的喜剧节目也基本上都是俄语来演绎的，所以泽连斯基和俄国娱乐圈的联系非常紧密。他曾经长期和俄罗斯的电视节目合作，在俄罗斯的知名度也远远高于在乌克兰的知名度。2013年，也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泽连斯基还参加了俄国电视台举办的跨年晚会，大家可以看看当年泽连斯基的表演。这是现任乌克兰总统的泽连斯基在2013年的俄罗斯跨年晚会上大显才艺时的一段真实影像，这也是他在克里米亚危机前最后一段大型俄语表演。年轻时的泽连斯基一直从事娱乐传媒行业，担任过演员、主持人等职务，并在业界内获得了非常不错的知名度，尤其是一口流利的俄语，加上在舞台上的诙谐表现，使得他获得了不少俄罗斯民众的青睐。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上下同仇敌忾，和俄国就渐行渐远了。泽连斯基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转身，他果断地站在了民族大义的一边，离开了俄罗斯的娱乐圈，回到乌克兰的国内来发展。他开始学习用乌克兰语来表演节目，逐渐在乌克兰的娱乐圈也打响了名气。但实事求是的说到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还有一些亲俄的倾向，比如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政府为了反击俄国，开始推行去俄化政策，就取消了俄语的官方地位，在国家的层面呢，大力推行乌克兰语，禁止播出俄罗斯的节目。在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甚至还公开站出来反对过，他认为俄语是他的母语，反对俄国的侵略可以，但是没必要反对俄语和俄国文化。如果时间在那个时候停止，那么泽连斯基的形象可能就会和今天大相径庭。但是戏剧化的人生不出意外的就来啦。2015年，泽连斯基的团队制作了一个政治讽刺喜剧《人民公仆》，意外的就爆火了。这部喜剧讲了什么呢？剧中泽连斯基演了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师，叫瓦西里。学校要求他停课，带着班上的学生去布置总统大选的投票站。本来就对国家发展非常不满的瓦西里，一怒之下就爆了粗口，挖苦和埋怨了乌克兰的历任总统，对腐败横行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结果这一个片段意外的被学生拍下来并放到了网上，受到了网友的热捧，一下子就让瓦西里这个普通的老师火了，成了国民心中反抗体制的英雄。而瓦西里呢，也没有浪费这个泼天的流量，通过群众募资，随后参加了乌克兰的总统选举，最后竟然意外当选。之后瓦西里不忘初心，大力惩治贪腐，发生了各种有趣的事儿。这部虚构的喜剧因为抓住了乌克兰社会中的很多痛点，用搞笑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很意外的获得了乌克兰民众的共鸣和追捧。泽连斯基也凭借这部喜剧的爆火，迅速成为顶流明星。他也趁热打铁，把这个剧连拍了3季，最后一季是在2019年上映的，那一年也正好是乌克兰的大选年。
其实早在2018年泽连斯基就已经动了要参政的念头，因为他在这一年成立了一个跟电视剧同名的政党人民公仆党。借助这个电视剧的爆火，这个政党一成立就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泽连斯基作为党魁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届总统的有力竞选者。最终在民意的支持下，泽连斯基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宣布参选乌克兰的总统。刚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泽连斯基的从政前景，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想凭借电视剧再蹭一波流量，为人民公仆的第3季做宣传。而且泽连斯基作为一个娱乐明星，此前根本就没有政坛的经历他提出的执政纲领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都是空话套话，很难成功。但是只要是真选举，他往往就有逆袭的奇迹。泽连斯基在经过2轮的投票之后，居然就真的选上了，而且在第2轮投票中，他得到了 73.22% 的选票，而他的对手资深的政客也是大财阀波罗申科只拿到了 24.45% 的选票。泽连斯基可以说是以绝对的优势当选。我们都习惯了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生活来源于艺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上演过这样的剧情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虚构的剧情居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泽连斯基完全复刻了神剧情，把虚构的剧情变成了真实的发生，从一个喜剧演员摇身一变就成了乌克兰的新总统。他不是第一个当总统的演员，之前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美国的里根、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危地马拉的莫拉莱斯等等。但是其他人都有一个漫长的从政的过渡期，没有一个像泽连斯基这样的传奇精彩。这样的误打误撞也让很多人惊讶，并不看好泽连斯基的执政前景，甚至很多人认为他最多干到一半就会下台。毕竟乌克兰从苏联脱离出来也没有多少年，受俄国的影响非常深，民主并不成熟，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一个流量明星来当总统，大家有所怀疑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泽连斯基却是个意外。泽连斯基上台之初面临的确实是个危险的摊子，他面临3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乌东战争。2014年俄国人突然入侵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得寸进尺，又挑动俄国人占主体的乌克兰东部4个州闹独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乌东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让整个乌克兰都面临分裂的风险，对乌克兰来说是走夜之患。第二个难题就是国内的政治改革与腐败的问题。泽连斯基之所以能够以一个政治素人、喜剧演员的身份意外当选，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乌克兰的政坛腐败严重，经济又被少数的寡头和财阀所控制。虽然有民主的选举，但是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各种官员和经济寡头勾结腐败成风，民众对于政客也是极度的不信任，这才会选举他这个政治素人上台。但是想要改变沉疴已久的体制，对于泽连斯基这种没有自己班底又缺乏政治经验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三个难题就是乌克兰的经济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就持续的低迷，外债高企，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出口产品又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作为一个坐拥丰富资源的国家，乌克兰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经济水平长期的萎靡不振，人均的 GDP 在2019年只有区区的13000美元，是欧洲的倒数第二，全世界排名120名，甚至还不如一些非洲的国家国内大量的年轻人因此远走海外谋生，劳动力流失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3个难题，泽连斯基这个政治素人在上台后就点起了3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清理司法体系，成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制定了去寡头化的法案，防止财阀和寡头来干政。第二把火就是结束了乌克兰长达20年的土地交易禁令，允许土地自由流通，同时推动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率。在能源供应的层面呢，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推动和欧盟国家的能源合作。泽连斯基的第3把火就是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洲，提高军队的预算，进行强军计划。这第3把火其实泽连斯基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因为跟着俄国混没有前途，更没有安全，只有融入欧洲，加入北约才更符合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泽连斯基提出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他年轻时亲俄的倾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乌克兰人。可惜啊，泽连斯基这些改革措施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和推开，就遇上了普京的铁拳。乌克兰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这是一直让有沙皇梦的普京不能够接受的。乌克兰一直被普京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和跟班的小弟。之前爆发颜色革命，俄国人支持的领导人被赶下台，选出了亲西方的领导人，这已经让普京非常不爽了。随后就以入侵克里米亚作为报复，而泽连斯基更进一步，谋求加入欧盟、加入北约。一旦成功了，这实际上就宣布了俄国想要长期控制乌克兰的图谋失败啊！这对于一直想要恢复沙皇的帝国荣光的普京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2022年2月，普京下定决心全面入侵乌克兰。所谓的不满北约东扩只是个借口罢了，深层的原因就是普京的帝国梦不允许乌克兰脱离他的掌控。这突如其来的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战争，也让泽连斯基陷入了空前的挑战。在军事上，俄国和乌克兰的实力对比悬殊，不在一个层面，让大家都不看好。但是泽连斯基却在这种情况下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在俄乌战争开始的前几天其实泽连斯基早就已经收到了美国的情报，但是他一直在努力避免战争的爆发。他曾经寄希望于欧洲。在2022年的2月19号，德国慕尼黑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泽连斯基忧心忡忡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乌克兰曾经以放弃持有核武器换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武力可以自保，但我们必须严正要求各国应该放弃绥靖政策，并且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可惜当时的欧洲国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响应寥寥。2022年的2月23号晚上，也就是普京发动入侵的前一天，已经得知消息的泽连斯基曾经试图联络普京，但是普京根本不理他。随后泽连斯基在电视上发表了演讲，恳求俄罗斯的人民站起来，一起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同时泽连斯基也柔中带刚地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好了迎接战争的准备。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你攻击我们时，你会看到我们的脸，而不是我们的背。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俄国人来势汹汹，中国人最熟悉的普京1个小时22分占领基辅，绍伊古一战封神的笑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全世界的俄孝子们都认为，在悬殊的军力对比下，乌克兰被占领是迟早的事儿。虽然很快乌克兰就用拼死抵抗证明这是个笑话，但大部分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心虚的。根据华盛顿邮报后来的披露就在当年的2月26号，拜登政府联系过泽连斯基，准备护送他离开基辅，撤退到欧洲组织流亡政府。因为美国收到的情报显示，泽连斯基排在俄国人刺杀名单的第1位，而他的家人排在名单的第2位。美国人觉得他待在基辅的话凶多吉少。英国也对此没有信心，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打电话给泽连斯基，劝他离开乌克兰，如果愿意去英国的话他会安排。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泽连斯基断然拒绝。他说出了那句传遍全世界的名言：我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顺风车。就在俄国人宣传泽连斯基已经逃跑的时候，小泽和乌克兰的政府所有高官一起在基辅的街头搞起了直播，用行动粉碎了俄国人的攻心战，也向所有乌克兰人和国际社会表明乌克兰的政府战斗到底，绝不逃跑的决心。泽连斯基留在基辅这个决定有多重要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时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建议，跑到欧洲去组织流亡政府，那么乌克兰可能就真的完了。因为在那种关键的时刻，战争威胁下的人民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坚强的灵魂人物。如果作为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泽连斯基带头跑了，那么不用假设乌克兰的民心和军心肯定就散了。总统都带着政府跑了，那么我们还抵抗个什么劲儿而国际社会其实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很现实的，你自己都跑了，我还怎么支持你呢？谁也不愿意站在失败者和懦夫的一边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太多了。二战中凡是政府流亡到国外的国家，有几个最终扛得住的？最近一个例子就是阿富汗
被美军武装起来的阿富汗政府军，他的纸面实力实际上是比塔利班强很多的。结果美军刚一撤退，他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他自己就带头跑了，离开了首都喀布尔。结果整个阿富汗的政府军不战自溃，迎风而降，塔利班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首都，重新掌权。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啊，乌克兰开战之后，大量海外的乌克兰青年人争先回国参战，而无数和乌克兰没有什么关系的国际志愿军也从五湖四海跑到乌克兰去参战。这些都是因为泽连斯基的坚守和抵抗啊！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泽连斯基跑了，只会站在安全的地方去喊口号的话，这些人还会去帮乌克兰吗？所以泽连斯基带着自己的家庭和官员留在基辅的决定，不仅是彰显了他个人置生死于度外的这种勇气，更是鼓舞了整个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的信心，为乌克兰赢得了全世界范围内一面倒的同情和支持。这个才是乌克兰最终扛住了俄国人进攻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说啊，泽连斯基绝对算得上拯救乌克兰的民族英雄。他或许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多少的作用，但是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战场上一时一地的胜负。特别是这3年以来啊，泽连斯基多次奔走各国，为乌克兰争取援助，同时深入前线，为乌军鼓舞士气，完全称得上是乌克兰的主心骨。我有个印象很深的画面啊，就是在2022年的4月，俄国人在乌克兰的布查小镇实施了恐怖的大屠杀。后来乌军夺回了这个小镇，泽连斯基赶赴现场，他看到居民的尸体被挖出来的时候，眼含热泪，一言不发。那个悲愤不已的画面让人能明显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个坚强的统帅，也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男人。实事求是的说啊，这3年来泽连斯基过得非常辛苦。乌克兰面对俄国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军事装备、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兵源又非常紧张。而俄国人虽然被制裁，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又有中国这种暗地里输血的强大盟友，还有朝鲜这种提供兵源的打手，始终占据着优势。泽连斯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割地、不求和、不出卖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这说起来好像只是一种态度啊，但实际上坚持起来非常难。作为一个战时总统，一方面要求爹爹告奶奶，向其他国家求支持，另外一方面还要面对国内焦灼的战况和求和派的压力，这样的总统当得确实非常辛苦。美国人讥讽他不穿西装，你说他哪有穿西装的闲心呢？而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啊，他不仅要面对普京的进攻，还要面对川普的背叛，一个人同时面对美俄2个大国的压力。为了乌克兰的生存，他之前被川普骂独裁者，要赶紧下台，但是还是得顾全大局，去美国会见川普，可谓忍辱负重。结果呢，还是免不了被川普和万斯这样的小人当众羞辱。川普之所以这么痛恨泽连斯基，除了他本身一贯羡慕独裁者、霸凌弱小者的这种人品外啊，还有一些历史的过节。2019年的7月，川普还是总统，他准备竞选连任的时候，他亲自打电话给泽连斯基，以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要挟，要求泽连斯基调查他的竞争对手拜登的丑闻。拜登的第2个儿子亨特·拜登从2014年起就担任乌克兰能源公司的高管，存在一些利益的输送，所以川普想通过调查拜登的儿子搞臭老拜登，以利于他竞选连任。但泽连斯基也很为难啊，他知道川普不过是想利用乌克兰，而且美国当时大选胜负难料，得罪了哪一方对于乌克兰说都是灾难啊，所以他就很委婉地拒绝了川普的要求。结果这个事儿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美国的媒体知道了，很快就捅出来了，引发了轩然大波。川普的这一通电话也成为他滥用职权的把柄，导致他受到了第1次弹劾。虽然这一次弹劾没有成功，但是也是搞得川普灰头土脸，名声扫地啊。偷鸡不成还蚀把米，川普就迁怒于泽连斯基，从此的人就记恨上了。2023年川普在自己的选举造势会上宣称自己将在1天之内结束俄乌冲突。有记者把这番话转述给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觉得川普根本不知道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即使他可能认为自己知道。这个话传到川普的耳朵里面让小肚鸡肠的川普再次暴跳如雷痛骂小泽。
对你最喜欢的总统提出了恶意的指控。随后泽连斯基访美的时候专门去宾市前线，但是川普已经是怀恨在心了。更要命的是就是前面万斯说的，泽连斯基去年访美的时候首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民主党的州长皮夏罗一起参观兵工厂，感谢美国。这个可就让川普更不爽了，你来美国居然不先看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这些事儿加在一起，川普要报复泽连斯基也就不奇怪了。不要说因为这些事儿就是那些和他一起战斗过，仅仅是因为不听话或者是批评过他的人，比如他的前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川普一样不待见他待见的是什么人呢？是普京，是习近平，是金三胖。只有这些定于一尊的独裁者才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和朋友。就在今天川普还公开转发了一条吹嘘他的短文，是这么写的：泽连斯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美国的条件。这场棋局中，川普才是棋艺高超的棋手。泽连斯基不得不认输，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无法赢得战争。可以肯定的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欧洲空前的团结即将重新武装，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川普的这种威胁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只会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他的面目。这场战争即便没有了美国，乌克兰也不会孤独，更不会输。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泽连斯基、对于乌克兰抱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切肤之痛、亡国之味。918事变之后，为了对抗日本，中国人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打烂了大半个国家，硬扛了整整14年，才换来了最终的胜利。所以那些说泽连斯基不爱惜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不爱和平的指责，别人说也就算了如果是中国人说出来，我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当年抗战，难道是中国人愿意打吗？难道是中国人不爱和平吗？我们难道不心疼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子弟吗？死不投降的蒋介石难道是民族的罪人吗？按照如今川普的逻辑，他的前辈罗斯福就不应该援助中国他应该送上一份矿产协议，和日本一起瓜分中国，那才叫一个香泽连斯基的处境某种程度上确实就很像当年的蒋介石自古弱国对抗强国，从来都没有速战速决的都是要靠持久战，以时间来换空间。这个过程或许是痛苦的、煎熬的，但是投降永远不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泽连斯基比蒋介石幸运的地方还在于，他毕竟时代不一样虽然美国是堕落了，但是很多国家他还没有堕落呢，还有那么多国家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的在支持乌克兰呢。即便是美国也不是全部的人民都糊涂在白宫冲突之后，还是有很多美国的普通人站了出来，对川普恃强凌弱表达不满，甚至痛哭流涕。This man is fighting for his country. A sovereign nation got invaded. His people were dying. And this motherfucker talks about him wearing a suit. I hate this fucking country. 这几天美国很多大城市也爆发了支持乌克兰、反对川普政策的游行，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大部分正常的人心是在乌克兰这边的。说白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关注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弱小的国家，而是支持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公平、道义、良知。如果乌克兰战败，那不是亡国的问题，而是亡天下的问题。一个国家亡了还可以重建，但是天下亡了，那就是万劫不复从此之后的人类也不过是个高级一点的丛林社会罢了。2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教训和血泪都算是白交了学费我自己是始终相信荣耀绝对不会属于普京和川普这样的人，荣耀终将归于乌克兰，归于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坚持公义的人们。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What do you mean?
I'm talking about the kind of diplomacy that's going to end the destruction of your country. Yes, but if Mr. President, with respect, I think it's disrespectful for you to come into the Oval Office and try to litigate this in front of the American media. Right now, you guys are going around and forcing conscripts to the front lines because you have manpower problems. You should be thanking the president for trying to bring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Have you ever been to Ukraine? That you say what problems we have? I have been to. I've actually watched and seen the stories, and I know what happens is you bring them on a propaganda tour, Mr. President. Do you disagree that you've had problems bringing people into your military? And do you think that it's respectful to come to the Oval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ttack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is trying to prevent the destruction of your country?